王楚然与张凌赫的隐藏关系被揭开，狗仔一句他们在一起引发百万争论，真相超乎想象。11月的城市夜晚并不特别，人们下班刷手机准备睡觉，一切都很平静，直到直播间里突然炸出一句话：你们问的那2位？是的，他们确实在一起。说话的人语气轻松的，好像在回答晚饭吃什么，但屏幕另一端的网友瞬间像被电流击中心脏。3秒内，直播间弹幕密度接近失控，有人打字太快被系统禁言，有人疯狂刷问号，有人开始倒吸冷气。到底哪2位？说清楚啊！不会是我想的那对吧？然后名字冲上屏幕，王楚然、张凌赫。从那1秒开始，大家的注意力像被某只无形的手扯着跑进一个漩涡，所有平静彻底被打碎。有的人兴奋到发抖，有的人表示怀疑，有的人立刻开始截图转发。而更让人懵的是那一句来自网友的追问：不是说他和杨洋有绯闻吗？怎么又变他了？娱乐圈的风向永远都是秒变的。那一晚，讨论像飓风，越卷越大，没有停下的迹象。王楚然刚出道时，他的存在感并不强，但只要镜头扫到他，观众都会记住那张脸，冷又干净，柔又坚定，不是脆弱型，也不是艳丽型，而是那种站在人群里也发光的类型。他的事业一直稳定，没有爆红，也没有塌房，但他遇到的难题是漂亮女孩在娱乐圈永恒的宿命，被过度放大，被误读，被想象，被贴标签。与某位合作男演员同行时被猜暧昧，穿搭被分析，路透被拆解，机场动图被读成眼神暗示。尤其是那段被卷进杨洋绯闻的时候，各种所谓线索满天飞。有人说他同款随身物，有人说他们去同一个国家，甚至有人画出动线图，仿佛侦探办案。那时公众的关注点全部压在绯闻上，他本人真正的业务表现反而被忽略。就在大家还沉浸在旧瓜里时，新名字出现了，张凌赫。大家第一反应其实都一样，他们确实挺配，这是肉眼可见的化学效应。张凌赫的外形干净而锋利，带少年感也带力度，鼻梁立体，眉眼深刻，像人物设定里走出来的帅哥。与王楚然站在一起，画面自然得像一组提前拍好的海报，甚至不需要互动，一个对镜头，一个看侧脸，就足够让观众脑补剧情。这种视觉匹配是公众被误导的最大原因，因为当2个人看起来很配时，人们就容易相信他们现实也适配。演员拍戏时情绪会被角色牵引，这是职业特性，尤其是虐恋题材，情绪更难从角色中抽离。他们合作期间拍了大量情绪浓度高的戏份，包括争执、深情对望、依赖、冲突、牵绊。这些画面被路透截到一点，就会被外界无限放大。但更多时候，现场真实情况是，镜头内氛围浓烈，剪下1秒，2人转身各自喝水、看剧本、休息，没有暧昧动作，没有额外交流，干干净净。一个网友说的特别精准，他们的暧昧只存在在镜头内，一喊卡比同事还同事。真实合作关系往往比观众想象的更专业。这类爆料通常不会凭空出现，但也不需要证据，只需要一句足够刺激的话。狗仔直播时没有给出照片，没有时间点，没有细节，但语气笃定，好像他们真的抓到什么。网友的情绪因此被1秒点燃。娱乐圈最常见的剧情就是合作完被传恋情，套路古老，却每次都有效。因为大众爱看，平台爱推，媒体爱写，这一波节奏也就自然被卷起来了。之前与白鹿合作时的那些绯闻闹得更猛烈，夜宿传闻、同款、生日称呼、视频剪辑，甚至有人硬凑同居。绯闻持续2年，却没有实锤。白鹿后来公开强调单身，并说自己被牵扯得很无奈。张凌赫全程沉默。那件事让很多网友意识到，
娱乐圈的绯闻很多不是自己选的，是被推上去的。因此在遇到新绯闻，网友的兴奋里带着更多疑问。视觉吸引是一种本能，两个人站在一起好看，大家就容易产生他们适合的联想。但这种适配来自灯光、色调、角色关系、站位、镜头语言、服化道整体设计。这些因素让两人看起来像天生一对，可那是团队共同营造的效果。公众看到的暧昧，很多时候只是角色情绪残留。现实里没有那么多细腻的眼神故事。娱乐记者行业最依赖的就是话题，他们不需要100%真实，只需要20%的模糊和80%的语气自信。一句他们在一起，不需要任何成本就能刺激点击量。真正理智的人会反问，如果真的恋爱，为何没有一张拍得到的图？为什么没有时间地点？为什么连细节都说不出？太模糊的爆料往往是最不靠谱的。演员最需要的是作品被看见，不是绯闻成为焦点，不是感情被讨论到盖过角色。他们合作的民国剧录透一度很有热度，但绯闻的风浪却让关注点偏离了戏本身，这对演员与作品都是消耗。真正的好演员需要一段能沉淀的空间，而不是被情感话题绑住。每当爆料出现，当事人往往最被动，解释会被说此地无银，沉默会被说默认，否认会被说遮掩。他们的一举一动，衣服、戒指、背影、机场路线都可能被无限解读，所以大多数时候他们选择不说话，不是默认，而是不想让事情越滚越大。而真正当事人最没有发声空间，因此真相并不是不公布，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说。演员能留下来的只有角色、表演、作品。绯闻的时效很短，但作品的生命很长。那份在路透中呈现出的状态，那份投入，那份各自的专业度，才是最该被注意的部分。一个好角色，比100条热搜更能证明一个演员的价值。俊男美女的绯闻确实吸睛，但演员的人生不该被标签和猜测绑架。愿他们未来能少些被误解的时刻，多些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宁静。愿观众把目光回到作品，而不是把他们的私人生活当作剧情看。无论真相如何，愿他们都能继续坚定地走自己的路。感谢你愿意读完这样一篇长文，你的每一句留言，每一个看法，都是我继续创作与分享最大的动力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解析、真实表达和不带滤镜的故事拆解，欢迎订阅、关注，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。你觉得他们真的在一起吗？你相信狗仔这次的爆料吗？你关注作品，还是更在意幕后故事？期待看到你的观点。谢谢你，我们下期再见。